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么事实上昨天晚间道指出现了一个反弹，反弹幅度0.76。那么在反弹之前呢，我们观察到比特币在美股开盘前后出现了一个相对巨幅的震荡但是我在盘前的分析当中给出了，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底部的一个波谷的这个位置得到了一定的支撑因此它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的震荡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出现了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右多的行情，然后一路打下来，形成日线级别下跌修，然后再反弹上去然后来回做这个震荡结构。但是整体趋势，我认为美股在不断接近前高附近的情况下，在这个位置上稍作调整，还有机会重新冲出新高。所以呢，美股的震荡同时也给到了比特币反弹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特别是在年前这段时间比特币它的反弹机会还有。我们回到比特币的 K 线图当中，我们看到1月11日这一天呢，比特币发动了一个突破这里的小突破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多头信号，我当天也给出了大家这个信号出现之后是一个多头的迹象。那么这个迹象的发生呢，是因为它突破了一个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位于17500点的一个压力位，突破之后呢，连续上行，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依次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还有19500点这个从去年6到11月份形成了一个波谷的位置。多重压力发动突破，并且形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认为行情会有一个调整。那么它的调整时间级别是小日线时间级别，在小日线级别调整过程当中它首先做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右空之后，受到小日线级别144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然后开始反弹，继续上行，并且出现了一个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叫悟空阳线。那么走出悟空阳线之后，我认为多头继续推进。那么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会给出一个目标位这里面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大概的目标位是在26000美金。这样的话呢，在比特币这块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因为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可能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在这个位置上，1月9日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八戒阳线。目前行情当中正在走周线级别的八戒阳线，那么上方我们就给出了一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样的话26000美金是我们目前多头方向的一个目标位大概率会走出这样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呢，这个里面呢会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理论在这里面，因为我们看到它在上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这种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首先呢，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周线级别牛市当中我们看这块周线级别形成一个周线上涨西游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它的调整过程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然后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并且调整之后，进行第二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再度进行4到日线级别调整，然后最终呢冲顶接近6万美金接近6万美金然后它进行了回落，然后再次反弹总而言之呢，比特币是一个非常规律性的、非常线性的上涨或者下跌，很多经典的规律呢都会在比特币当中呈现。为什么比特币的规律这么强呢？因为它是24小时可以进行交易的我们的美股或者 A 股每天只开盘4小时它只开盘4小时就不具备线性的条件那么比特币在行情当中非常线性，非常具有标志性，因此呢，我们很多人喜欢做这个数字货币原因就在此因为它表现的规律性特别强特别是它有4年的牛熊迭代每4年一个轮回。那么往往呢，这4年当中只有1年是一个超级大熊市，那么其他3年呢都是涨的比跌的多。所以呢，在经历了22年的下跌之后，我们回看一下，最大跌幅是77%左右经历了77%的下跌之后，目前行情在日线这个级别上正处在一个多头发育的趋势当中所以你无论是现货还是合约把握这个趋势更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得你学习了这么多知识能够得到的利润。
那么重新回到比特币了啊，目前它是一个小日线级别震荡啊，震荡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前后啊都容易发生一个突破。但是目前来看啊，它这个收敛三角形容易发生一定的变化，就是这个位置它调整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如果美股出现回踩的话，比特币也容易回打下来。那么基于这个结构啊，它容易出现一个变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APT 就走出了一个变形结构。那么这个变形结构呢，往往是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经过调整之后呢，它把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收窄，角度收窄，然后在后面的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我把这个线改成红色线啊，这样呢大家会看到比较明显一些。首先它是白色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变盘，但是变盘如果不能够发动突破的话，它会转而退其次的形成窄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接近三角形的这个位置上发动变盘。所以呢，目前多头你应该有一个仓位啊，这个位置如果发生变盘的话，发生突破的话，你可以有利润。然后如果回踩的话，你要保持一定的现金，然后去等待这个位置，大概是在22000点这个位置上。如果回踩的话你容易把握到价格便宜一些的筹码，然后再次接近第二个这个第二个焦点呢是我们假设出来的。如果发生角度比较大的三角形转变为角度比较小的运行时间更长的这个三角形之后呢，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变盘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目前行情当中有2个机会，在这个当前的小日线当中往往是我们会观察到小日线级别上会形成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目前算2个。容易形成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发动突破所以呢，目前多头趋势依然存在大家不用过度担心。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支撑位呢大概是在22000点这22000点是怎么来的呢？目前是22000点，但是你要把这个均线上移一些因为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支撑也是上移的这个22000点呢，就是我们常用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同时是1月14日到1月18日这4天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也是我们补仓的一个位置。同时呢，再往下一点，你要设置一个止损位，这个止损呢，重点是应该在这个合约上做止损现货你止损可以更低一些因为趋势它是要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动突破呢。第一点呢，你要有一定的耐心；第二点呢，在合约这方面你要有一个止损位；第三点呢，你这个现货这方面的止损可以放低一些，因为目前在日线级别上正在经历的是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控制风险把握趋势最后呢布局仓位才能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总而言之，很多人说的一句话是很对的你要有币才能获利。那么昨天暴涨的币种非常多简单就是把这个特别有特点的这个币种说一下昨天这个行情当中突然启动的 SNM， 这个是在我们意料当中的，因为之前它涨了100倍从 0.14 涨到 13.86。然后快速下行之后，到达低点0.4美金附近之后，我们观察到它形成了一个窄的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以横带跌走出了一个震荡结构。然后调整完成之后随着行情的全面启动它在昨天也突然上涨了212%，几乎2倍的上涨。那这个位置呢是不太好追的一个位置，因为它现在呢是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但是涨幅过大之后呢，它的调整节奏也会很大很快。那么目前来看，它做完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里面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小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的这个支撑位是非常低的就是目前的价格相对于支撑位，相对于小日线的支撑位，因为暴涨之后它的支撑位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它目前有非常大的回调空间那么对于它来说建议不要碰虽然它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快的上涨，但是你在这个位置这个高位它已经涨了200%多的情况下这种位置调整过大的情况下不容易把握住你的仓位所以呢建议不要碰这种但是呢，它在行情当中确实还有上行的机会。如果你想做的话，建议用非常小的资金、非常小的仓位去就是
和它做一个相对来说小的博弈，这样的情况下会降低你很多的风险啊，不建议用大资金去搞这种 SNM 这种就是主力庄家拥有它非常多筹码的币啊，它总会出现这种急涨急跌啊，急涨的时候根本追不上啊，急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它离你的止损位非常远啊，不好设置止损的这种币种是不建议去碰的啊。然后我上周说的 ENJ 啊，目前已经突破了169均线啊，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头趋势当中。这个多头趋势也是非常标志性的趋势。首先呢，它的50均线和10均线，也就是操作线啊，这两条操作线已经上穿了140均线和169均线的观察线啊，操作线突破观察线之后，只做多不做空。那么目前 K 线也站在这上方，你就非常容易把止损设置在0.38附近啊，也就是144均线这里。那么行情当中啊，在它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它的调整幅度呢是95%啊，非常巨大的下跌之后，目前呈现出来一个量价齐升，并且站上了169均线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从22年1月16日啊到今天1月24日，23年1月24日，已经长达1年的时间没有突破144和169。那么今天的突破证明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么多头趋势当中应该把握一定的你应该有一定的筹码啊，有了筹码之后才能随动它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呢走出悟空阳线，走了八剑阳线，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的一个预期啊，它的这个趋势走势非常稳健，走得非常巧妙啊，它的调整不多啊，但是一直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啊，所以呢我是比较看好 ENJ 的。同时呢 ENJ 和 Gala 同样的是它是一个 NFT 的板块，是一个 GameFi 的板块啊，所以呢它的趋势呢和上涨空间我是比较看好的。同时我们更多的追踪的币种是 Gala 啊，那么现在呢它做的这个结构基本上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因为我在前几堂课当中把它画了一个结构。首先呢我们要看它的日线结构啊，日线结构它的涨速是非常快的啊。首先呢这里面做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八剑阳线，那么目前处在沙僧阳线当中啊，沙僧阳线代表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然后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画出小线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往往是一个变盘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的波峰，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往往出现新高。那么在昨天美股没有开盘之前Gala 就出现了一个新高。那么当前行情当中，它的重要支撑大概是在0.05上移到了0.05，这里面是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对于 Gala 来说还有继续上涨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因为周线这个时间级别看起来就会非常简单特别是在它有悟空阳线之后，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周线级别的八剑阳线，所以呢，对于周线级别上多头趋势可以有这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目标点位呢就会在0.13附近。我们看到目前这个位置上的震荡，当前行情在0.05左右的一个震荡呢，是因为前面行情当中它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一旦突破0.06，它的上行空间就会被打开因为在趋势上你看它下跌过程当中，这个位置上会有很多人去抄底会有很多人去抛所以呢，这个里面它形成了一个平台，所以呢，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只要 Gala 突破这个压力那上方的空间将会被打开。那么 APT 这个它正在做一个调整目前做一个调整之前的涨速非常快首先呢，这里面可以归纳类似的和比特币一样的特点。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呢，它做一个小线级别的调整我们把这个图拉过来看小线调整过程当中，首先形成红色线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多空反复变盘，形成了一个更窄的白色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发动突破这个结构呢非常类似于当前的比特币然后呢，发动突破之后它是进行了日线级别的第二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级别来回切换去看就会可以用这个3维的角度去看透这个行情当中的本质。那么目前 APT 呢走出了一个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和八剑阳线，在八剑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开始震荡。那么震荡过程当中，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收敛动作非常简单的一个新的收敛结构这个结构呢
在1月24日，也就是今天晚上21点左右的时候到达焦点。那么这个焦点附近呢，就会是一个变盘的区域。那么它的最重要的支撑呢，在$10附近。但是你不要看这个位置是$10，要把它上移过来啊。白色线就是我上移之后的一个位置啊，大概是在$11.5附近。这是它最后一个支撑位啊，上行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持续上涨的话啊，它的一个小日线级别的支撑位啊，所以呢，你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止损，同时呢，如果想补仓的话，在$12附近可以去补仓啊，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往往还会和前面一样啊，我们看到前面的行情当中，它开始形成一个大三角，然后逐渐这个收敛三角形变窄，那么当前行情啊，它就有可能经历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话呢，你在$12去补仓的话是比较合理的，比较合理之后呢，它可能把这个收敛三角形过渡到窄的结构当中，然后再发动变盘，再发动突破。总而言之呢，目前 APT 是一个领涨币种啊，它会形成一个基本上是2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那么2轮日线级别上涨切的周线来看呢，那么目前处在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的这个位置上，那上方呢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对于 APT 来说啊，它已经解放了全人类啊！之前行情当中啊，所有的被套牢的筹码基本上全部解放啊，所以呢，APT 只要是比特币趋势不是走得太坏的话啊，比特币不走太坏的话，APT 还是有非常大的上涨空间啊。但是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你怎样把握啊？建议去参考一下我的这个结构的啊，这是我们我们这本书 K 线吸收战法里面第2部分啊，思想战法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啊，这个结构的变化你一定要掌握住啊，就是在哪个位置上可以补仓，在哪个位置上可以设定止损，然后你对多头或者空头啊，你有什么样的预期啊？这样呢，你更容易能够把握行情当中的一个趋势上的获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啊，感谢大家，再见。